欢迎来到历史之旅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中国历史上到底哪一个王朝活得最久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周朝，对吧？教科书上说周朝800年，感觉是那个永远打不死的老顽固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这个问题远比你想的复杂。因为如果你换一个标准来衡量，答案会让你完全懵掉。而且这个问题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。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往往不是最辉煌的那一个？为什么那些最强盛最耀眼的帝国反而死得最快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把这件事说清楚。你以为的答案，周朝800年。先说大家最熟悉的周朝。西周公元前1046年建立，东周在公元前256年灭亡，加起来差不多790年。四舍五入，教科书就给你一个800年，听起来很吓人，对不对？但问题就来了，东周后期的周天子是什么状态？是个彻彻底底的摆设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称霸，周天子只能在旁边鼓掌。战国时期，七雄相争，周王室连鼓掌的资格都快没了。到了最后，秦昭襄王攻打西周公国，最后一任周天子周赧王被迫交出仅剩的几个城邑，带着一群人投降。这算是王朝存续吗？如果我一个公司名义上还在，但告户里没有1分钱，没有员工，没有业务，只剩一个公章，你能说这个公司还活着吗？所以周朝的800年是名义上的800年，不是实力上的800年。这就牵出了今天最核心的问题，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定义最长命？标准1，名义存在时间。王朝名义上从建立到灭亡，不管有没有实际统治力。标准2，有效统治时间。王朝真正控制核心领土，中央政令能够下达的时间。标准3，文化与制度延续。王朝的制度、法统、文化认同连续传承的时间。你用不同标准，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。这就是这个问题有趣的地方。名义冠军，周朝与他的800年把戏。先把名义冠军说完。周朝790年这个数字是真的，但周朝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分成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西周的黄金时代，这是周朝真正的统治期。武王伐纣，建立分封制，确立礼乐文化，中央政令通达各诸侯国。这段时间大约275年，是周王室真正说话算数的年代。第二阶段，东周春秋的西尧。周平王东迁洛邑，这是衰落的开始。王室还有一点威信，周天子还能尊王攘夷的被人拿来当旗帜，但实际军事和财政实力已大幅萎缩。这个阶段大约294年。第三阶段，战国的植物人状态。周天子基本就是个空架子，诸侯们打仗合纵连横，几乎不再提周王室。有只有个别诸侯在外交场合还会尊一下周天子，但那只是客套话。这个阶段大约219年，周王朝是植物人式的存活。所以你如果说周朝活了790年，你说的是一个从武士变成了僵尸的故事。最被低估的长命王朝，汉朝的2次转世。说完周朝，我们来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答案，汉朝。西汉公元前202年建立，公元8年被王莽篡位，享国210年。东汉公元25年刘秀复辟，公元220年曹丕受禅，享国195年。两汉加起来差不多405年。当然，有人会说西汉和东汉是2个不同的王朝，但问题是汉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，
刘邦建立汉朝，刘秀复辟汉朝，两者之间虽然隔了一个王莽的新朝，但第一，刘秀是汉朝皇族后裔；第二，他恢复的国号还是汉；第三，法统制度文化全部沿用西汉那一套。你能说西汉和东汉不是同一个王朝吗？如果东西汉算一个整体，那汉朝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效统治时间最长的大一统王朝之一，405年。而且这405年里，汉朝大部分时候是真正的天下共主，不是植物人。汉朝的强项在哪里？在于他建立了一套极其成熟的郡县官僚制度，让帝国能够自我运转。就算皇帝是个废物，底下的官僚系统还是在正常运转，税收还是在收，军队还是在守边。这种抗废物皇帝能力是汉朝长寿的最大秘密。最冷门的答案，宋朝凭什么活了319年？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说，等一下，宋朝不是一个很怂的朝代吗？割地赔款，靖康之耻，最后被蒙古人灭了。但你知道宋朝活了多少年吗？北宋960年建立，1127年被金国攻破，167年。南宋1127年建立，1279年崖山海战覆灭，152年。合计319年。319年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尤其考虑到宋朝的处境，北方是契丹，西北是党项，后来又来了女真，最后是蒙古。宋朝几乎从来没有过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，却生存了300多年。宋朝是怎么做到的？答案其实很反直觉。宋朝用钱买命，而且买得非常值。禅宣之盟每年给辽国30万银帛，换来100年和平。后来的绍兴和议给金国大量岁贡，换来几十年苟安。这些钱对于宋朝庞大的商业税收来说，根本不是大数目。更关键的是，宋朝的经济实力让他能够持续为生存买单。宋朝的 GDP 占当时全球的30%以上，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，人口超过100万。有钱就能活久一点，这是宋朝长寿的逻辑。不是靠战争，靠的是商业文明对纯军事文明的间接胜利。最让人意外的答案，明朝的276年比你想的更难得。明朝276年，这个数字看起来中规中矩，但你知道明朝后期有多烂吗？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，对，就是28年。他基本上把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丢给文官集团自行运转，自己窝在深宫里。天启皇帝沉迷做木工，外号木匠皇帝，朝政全部丢给宦官魏忠贤。崇祯皇帝勤勤恳恳任用了14个首辅，换了50个大学士，最后还是亡国了。按理说，一个皇帝28年不上朝的王朝早就该崩了，对吧？但明朝硬是撑到了276年，为什么？因为明朝建立了一套超强的文官制度缓冲系统，内阁大学士、6科给事中、督察院，这3套制度相互制衡，就算皇帝是废物，官僚机器还是能转动。明朝的长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制度设计的韧性比皇帝个人的能力更重要。一个王朝能活多久，不在于他有多少个伟大的皇帝，而在于他的制度能不能抵挡多少个糟糕的皇帝。终极答案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冠军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给出今天的终极答案。如果按照名义存在时间，冠军是周朝790年；如果按照有效大一统统治时间，冠军是汉朝405年。
如果按照在重重外患下的生存韧性，宋朝的319年令人叹为观止；如果按照制度设计的抗废物能力，明朝的276年是最好的案例。但如果你问我哪一个王朝的长命最值得尊重，我的答案是汉朝。原因很简单，汉朝的长命是靠实力支撑的。汉武帝打匈奴，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，把困扰中原几百年的北方威胁基本解决。汉朝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中西方的贸易通道，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核心认同的基础。汉族、汉字、汉语，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汉朝的基因。一个王朝的寿命最终体现在它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有多深。秦朝只活了15年，但郡县制让中国统一了2000年。汉朝活了400年，让汉成为了我们民族永远的名字。所以你问中国最长命的王朝是哪个？答案取决于你怎么定义长命。是苟活的长命，还是真正留下印记的长命？是植物人士的800年，还是生龙活虎的400年？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前进的答案，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文明、制度与人性的真相。